因為機械師拿出來的話，他的下尊重了一下。是的，好，往反照。是的，也是比较自信的一个带法。好，直接进入比赛畫面啊，這裡的話是墓地的一個方向啊。直接過來找到幸運兒，幸運兒的話呢，護腕開了，但是交了圍龍之後，他平地是平地交了一個道具，他想轉到，那這波可能牽制上來就不太舒服了。是的啊，這個地方感覺要騙了一下。騙一下沒鑽過去啊，但是的話還是擊倒了，這個擊倒速度是非常快的。是。幸運兒倒在墓地裡，看一下這邊木星月是想要過來幫。先上一個撕裂值，直接疊滿，但是被對手放下了。那這樣的話，第一波其實就是已經會順利的掛上狂歡之蟻，是的，因為已經是沒有什麼 OB 的空間了。對的啊，這一局其實倒的速度還是非常非常快的。當然道具的話，估計也是許願失敗了啊。這波飛輪交出來，再補一個壁弩。再來一個龍骨弓，哎呀，那這樣的話其實有點虧。閃現開，閃現拿到了一個半狀態，然後一個圍龍還夠，能這樣的話能救。他是反應過來拆龍了，看這波搏一下恐懼震懾，哇，搏到了恐懼震懾。哇，那這樣子的話，其實開局其實整個節奏就對於求生者來說是不太舒服了，有點崩盤了。不過這邊可以看到陳明明選手已經是貼過來想要救援魯亞輝。是的，直接是搖表。那應該我覺得盧樹佳的話，盧樹佳就是在修密碼級，沒有動啊。看一下這波壓滿救援的一個策略，直接無傷救過來打到了幸運兒。是的，但是這波飛輪也是沒能規避到這個普通攻擊。幸運兒的話還是往裡倒吧，往墓地最角落的方向去倒地，然後這樣給隊友爭取一些2次牽制的一個時間啊。這邊也是選擇直接先調整一下木星月的狀態。對，弓箭手那邊狀態補滿，然後3個人打3台機。這個其實還是壓力有點大的，因為你3名求生者要去破譯3台密碼機。這個劣勢一般來說，太大了。可能你在上掛淘汰之後，可能是打1台到2台的密碼機。是的，這個劣勢太大了。我覺得求生者方面一上來的話，沒有匹配到對手的一個強度啊。可以看到新加坡代表隊的監管者，他的跛腳羊的強度是非常高的。當然這一局的話呢，魯亞輝也是有一點點的小倒霉在的啊。他上來居然摸了一個護腕。過來拆龍，走一個8字龍，但是沒走過來。是的，這個龍再失誤了，再補一個，鑽過去。這個地方是可以跟鑽，沒有封死。這個地方交一個龍骨弓出來，但這裡還能再去鑽龍。哇，沒招了呀！4個圍龍拿到了一個半狀態。對，因為其實你看他的運力是消耗了非常多，但是木星月選手是扛住了這波的壓力。超級能抗壓。這樣再給到一個1/4狀態啊，1/4狀態。月龍過來，飛輪躲開，翻鑽再翻，哎呀，翻不過去了。一個恐懼震懾擊倒了木星月的弓箭手，不過也是拖到了外面的2台密碼機，將近破譯完成。我說實話，這一波的牽制是非常誇張的一個表現啊！他是6個圍龍才倒。其實拖把他的那個願力都拖得非常的乾淨了。但是可惜的就是他已經是一個上掛飛的狀態了。那這一次的話，看看白板手裡連飛輪都沒有了，只能先去繞板進行板區博弈。哇，搏到了一個砸頭。這樣的話抽到了一個1/4狀態。這個圍龍。圍着走能過來嗎？感覺有機會掉了，這個圍龍掉啊！這裡還能進行一個鑽龍。哇，但沒辦法了，這個交互點進不去了。是的，那現在的話，其實場上的密碼機還差半台。對，但是木星月的弓箭手的他已經是一個掛飛了啊。因為他這波掛上椅子就要被淘汰了。感覺。但是臉上的話，其實還有盧樹佳。感覺這一局的話是要奔着走一個去。看看怎麼樣去運營走一個的局啊！先看一下新加坡代表隊的監管者的一個排人，找到了，這邊是發現了盧樹佳，直接交了一手路易，這個圍龍選擇了拆除啊，再拆，再補，但是
哇，這邊下板的一個位移，反而是位移回籠子的這一側了。對，那這樣的話，其實場上密碼機還差20%多的進度，還不夠。但是他為了4抓這個人，應該不能掛。這個人可能得去先牽着去外圍排一下別的求生者的耳鳴。對，要找一下大副，看一下陳明明這波選手，這波能不能躲住啊？而且的話，我覺得這一局其實是有走一個的機会的，因为密碼機的壓力其實很大。是的，不過還是要想一下跛腳羊這邊，因為他還有一個底牌沒有使用。對。所以你可能想要去打拉扯的話，也會有點壓力。是的。可以看到陳明明選手他的躲藏的經驗是非常豐富的啊，他在地下室的一個位置，而盧樹家選手的話呢，已經開始爬遠了，就是我們挺常見的這種打法。拍到耳鳴，有個地下室，感覺這邊的話可能得去爬一下地下室了。就你先看一下墓地外圈，如果沒有的話，真的是要下去找了。哎，還沒有，還不下去嗎？但下去的話，你看他躲的這個位置也很精髓啊，躲在了狂歡之椅旁邊的一個建築物。而且那個建築物的話，其實是可以進行去繞一下的。對，看一下某機會，哎，暫時還沒能排到。哎，有點迷茫，有點迷茫哦，講道理。那會在哪兒呢？而且我覺得他短時間內不會再回地下室了。對，他肯定會先去外面排一圈。對，他感覺地下室完全沒有人，那我會在哪呢？很神秘。但這邊耳鳴已經消了，又過來交一個圍龍。這裡可是有一個地窖的，而盧樹家選手的話，他這個倒地淘汰進度已經過了2/3了。這目前離的位置也是比剛開始被擊倒的時候會比較遠。最關鍵的是，如果說他一會兒可以起來直接修密碼機了，甚至啊，當然你沒找到我就不起了嘛，對吧？你沒找到我就不起，我乾脆就直接倒地了。是的，然後讓陳明明去拿着一個大副的懷表去走地窖。對，大副懷表是穩走的。插眼，看到了嗎？窺視者做到了，排出來了。是的，但是還有一個懷表。另外一側，盧樹家的話是交了一個絕處逢生。交了絕處逢生，然後選擇修密碼機，那是一台30多的遺產，已經修到了50、60的樣子啊。往外圍走，這一刀沒有打到，選擇往左側回刀，切了窺視者之後的話呢，他只能選擇追臉上的人了。是的，但是他暫時還沒有命中到陳明明。這邊電車來了，車來了，阻擋了一下想轉點的一個思路。不過外面的話，其實密碼機快好了，密碼機快好了，這刀沒有拿到，有點着急，願力耗的也有點多。終於是拿到了一個普攻，對，普通攻擊一個半狀態，但是開門戰也有問題啊！這邊願力消耗這麼多嗎？願力消耗這麼多，那這一個普攻擊打到之後，直接選擇密碼機點亮，再插一個眼。窺視者。另外一側盧樹家選手已經交出了路易加速去點對側的門，就看陳明明能不能多堅持一會兒。這邊倒在狂文之翼旁邊。但是因為他前期願力消耗的比較多，而且底牌已經切成了一個窺視者，是的，感覺這波門是能點開了。門是能點開的，他沒有手段去管門了，除非再變一個底牌出來。那這樣的話，另外一側密碼門是可以點開的，點開之後直接出門了，有驚無險啊！在開局20多秒，30秒的時候擊倒的，30秒擊倒的一個比賽的賽後數據啊。這邊陳明的，因為很多時候在2025年的一套陣容啊。這對的，是的，去選擇的話是墓地外，盡量還是說前期能夠多牽制一會兒。這邊是選擇在甲門起追，插眼，找一下氣象學家。哇，第一刀，這個是放層雲。對，這個普攻命中打得很快啊。是，層雲沒放出來打斷，那相當於現在道具一個真空期啊。不過這個圍龍的話放的。這個圍龍放的有點遠，有點遠。如果說再近一點的話呢，其實可以把氣象學家框進來的。那這樣的話，願力有點不夠用。現在插個眼，干擾一下中場的密碼機。這樣的話，在這個點的一個博弈，先拿1/4的一個狀態。但前面的話，其實有交圍龍去終結的機會了。是的。看一下這個板區博弈。把他先逼走板區，然後這刀沒有打到，
鑽過來一個強風。哦，这个圍龍哇！但是他現在只需要一個平地的普攻命中就可以擊倒了。對，因為孫樂的話，其實他不着急拿這個1/4狀態，他在等飛輪啊。他果然，選手是氣象學家是交了飛輪效應之後，然後孫樂再慢慢的擊倒。啊，這邊大副來得很早，因為大副是吃到了一個通緝。哦，這一刀的話沒有拿到啊。好，那1/4狀態拿到，然後有圍龍回去，但是還是已經救下來了。這一下是誰也沒有命中，但是還是打到了這一個針對的普通攻擊啊。現在可以先過來再放一個窺視者。哎，你看孫樂他這個窺視者放的都很隱蔽，對吧？都藏着放。好，那這樣的話呢？把氣象學家進行一個2次掛上狂歡之翼。那這次來救援的應該是咒術師了吧？嗯，是飛行家。飛行家過來，那咒術師這個一會兒 OB 的時候再說。這邊也是交出來懸停。哇，這波好虧啊！這波孫樂。手乙好虧，其實甚至有機會打救不下來的。嗯，他求生者這邊應對的也確實好。氣象是交出來一個層雲，但是是到了孫樂的臉上。對，所以是直接被命中了。是的。啊，這邊咒術師想過來 OB 一下，想處理一下咒術師。給到了一下普通攻擊，那咒術師的話也不着急，就慢慢的，這邊直接失常了，因為他也是知道你這個版本觀眾效應的厲害之處，所以孫樂選擇果斷把獨棟這台密碼機失常掉了。是的，這台密碼機幾乎是壓好的啊。我這邊通緝到了 SW Low， 找一下。半狀態的 SW Low 的咒術師，其實密碼機差的真的不多，差半台左右。前期牽制的是可以的，不過這邊的話是很快的擊倒了咒術師。對，但是感覺 SW Low 的話也有在省自己的一個猿猴咒像的說法，可能。反正咒術師倒地也沒有關係嘛。但這樣的話，你場上外圍就只剩下1名求生者在破譯，因為 ZWN 這邊得去過來卡着這個咒術師，而且外圍是已經拿到了一個普攻命中，好像救不了了哦。啊！這邊是打到了狂歡之蟻，那這樣的話還是有點可惜的。哇，好難受啊！這波出刀有點急切，不過密碼機其實還是在一個可控範圍之內。這刀繞模型躲掉了，那再跟上一個普通攻擊帶走。啊，想過來，哇，直接是擊倒了。這是什麼情況？而且一會兒他其實手上的失常又要好了，可以把中場這台密碼機失常掉。他是看到了這個人，還是覺得他就是要來補一下中場？他剛剛修了一下中場密碼機，但是他又走了。但是走的方向被預判了。再來一個失常。那這把的話，場上密碼機是徹底不夠了。而且目前是有一個上乙的求生者，還有一個交了絕處逢生的。交了一個3層的猿猴咒像。但這邊還是有點不太好去救援，再加入一個猿猴咒像，直接是擊倒了來救援的咒術師。這樣的話，這局可能要奔着一個4抓去走了。因為已經是明確了 ZWN 這邊的位置，放到獨棟嘛，對吧？然後只要讓他起來，也來不及救到飛行家就好了。哦，直接看到腳印，一個躍龍。這個就慢慢跟，給到一刀，帶走了大副。那這樣的話，再回去看一下咒術師的位置。但還是在比較近的位置的，且大副那邊已經是沒有絕處逢生了。哎，這個放位哦，那這樣的話是完成了一個4抓。
放圍龍直接掛上了，也不会给这个咒术呢。飞行家的话呢是修了，其實我們從新加坡代表隊管一下傭兵嘛，對吧？雜劍員是純化險為夷的雜技，然後囚徒啊，在大黃暴追，好，直接過來封裝了，雜劍員翻這塊板，然後正常，而雜劍員沒有彈射，他只能用自己的一個球當彈射，這邊但這裡的話有點失誤了，拿到了第一下普通攻擊。但這個普通攻擊其實命中的還是比較早的，那到了後面3板這個區域，你把板子破掉了之後，可能就牽制的會比較難。對，他沒有彈射，前面只能用一個燃燒彈或者粘土的燃燒彈當一個彈射用。但是這裡回溯過來，翻，感覺要給到一刀了，恐懼震懾。這是39秒40秒擊倒了，而且的話會讓場上少一個化險為夷，外圍現在化險為夷只有一個，當然空軍還有一個信號槍，還行。但這邊的話是通緝到了傭兵，但是來救援的好像是空軍吧，但是空軍的位置又被排到了。對，這裡其實卡的有點太遠了，不太好救。哎呀，這個地方我覺得孫樂想躲槍，猶豫了一下，他是想躲的，對，猶豫了一下，要不還是吃了，然後回去。但是回去的話，其實可以看到目前傭兵的位置離得會比較遠一些。應該是沒有辦法卡半了吧？如果硬要卡半的話，可能得消耗比較多的護腕，就如果而且你得早來。是啊，這邊是外圍直接拿到了一個普攻命中。回溯過來但是可能這裡有點夠嗆。是不是？空軍也過來了，這裡閃現想要去攔住傭兵，不過還好空軍這邊是過來了，這邊看一下能不能打到一個針對命中。哎呦，這邊是交了自己的一顆球，但是還是打到普攻命中了，打到針對。而且臉上的話還有一個倒地的傭兵，手裡2個護腕，密碼機加起來是2台。孫樂能找到嗎？不找到了啊，這個因為傭兵的話，他在第2下普通攻擊延遲倒地狀態之下，也是被孫樂鎖定了視野啊。好，那來看一下這波救援，依舊是空軍過來，但空軍已經是一個白板角色了。這裡拿到一個半狀態，但是影子消失了，直接一個影月過來，來不及，那就抓空軍吧。對，自己也在，只能倒地了。啊，擊倒空軍。哎，想去再把空軍換掛一下，但是傭兵的話，他手裡還是有一個化險為夷的。但如果說傭兵要強行過來去救援的話，可能自己也會陷入一個倒地狀態。是的。傭兵好像走遠了吧？啊，沒有。這邊是在這邊木屋後。可是因為場上的密碼機差的確實會比較多。所以現在目前節奏可能是比較難了。是的，不過這個人還是可以來得及去救援下來。但救援下來之後，看能不能去幫忙扛一下。這一刀的話是扛到了，然後空軍的話還有一些2次牽制的機會，交了一個彈射往3板的方向轉點。不過這邊的板子其實已經被雜技演員那邊稍微用了一下。哇，這一波！而且對於孫樂來說，他是有非常多的一個博弈空間的。這邊也是拿到一個博弈命中。再把空軍掛到了原來的椅子，而且的話呢，傭兵他也是一個2掛狀態。我感覺還是跑一個吧，這一局，畢竟地窖已經修出來了。但這邊好像已經看到了囚徒的點位。看到了囚徒。哇，這個趕路非常的絲滑啊！回溯過來，他有點擔心傭兵自癒以後還能救到空軍，但是應該來不及了。好，哎呀，這邊還有一個大地圖顯示啊，所以再去找一下囚徒。但這波過來找 LSIM 的話，其實他是有一個閃現的，感覺很難扛住這個有閃現的歌劇演員。是，往這邊一個。毯子過來，但是這裡沒有打斷，一刀還是拿到了一個普通攻擊。那手上還有一個飛輪效應沒有用，那這邊的話是哇，直接閃現過來，直接交出了自己的一個閃現。那邊傭兵也是交出來了絕處逢生。
就是可能招了，那現在就是一個跟其實中國代表隊第一局的策略差不多啊，也是想2個人利用推理中目去打一個走1的戰術。排點先往3板方向走，因為這張地圖其實對於監管來說一個很大的挑戰就是排點排不到。先確認一下地窖的一個位置，而傭兵的話呢，他也不敢去摸箱子，傭兵就在大房外一直潛伏着啊。但暫時還在排。話說這個地圖是不是給的時間有點太長了？我都看不到趕路了。那影響不會很大，因為其實耳鸣起了這個距離是吧？感覺耳鳴起了。這邊也是發現了，排到了位置，那感覺這個普攻要命中了。那另外這個絕世逢生交過了，而且傭兵倒地的位置已經確認了，再去找一下囚徒的位置。哎呀，這邊趕路稍微有一點點，我感覺我發現這個一給這個畫面趕路就容易斷啊，在大地圖的時候好像好流暢啊。那過去一開始相遇的位置，大門方向。好像直接排到了，直線排到了，哇！這是一個旋轉跳，而且還解除了一個普通攻擊命中的恢復動作。是的，那這樣的話直接選擇了一個55牽制45秒 ，SW 有機會去放，好，選點的話就比較偏向於自己本身藏的絕活了。是的，想過來直接上大房找一下魯亞輝的飛行家，那呂亞輝的話，應該是一開始在外側樓梯等着，然後提前進入到大房裡下樓，但是還是能夠去進行一定的拉點。对，他交出來了一個飛行器，繼續想要跟你去繞外樓梯。對，且對於他來說，其實目前的雕像是不太有去釋放的。對，沒有角度，也距離也沒有這個距離，也沒有這個角度。然後，那現在上面還能跟你去繞一個高低差。再繞一圈，噴氣背包的 CD 又好了，是不是還能繞？這裡想要先交出一個俊敏之行，是的。但這裡的話可能有一個落地命中的機會，但是還好飛行器補了一段距離。哇，好驚險啊！這一波牽制啊，前面躲開，那吃了一個輔攻，當然一階段。但前面其實有一個去移形擊倒的機會。是的，但是手裡的噴氣背包好了，直接交了一個大噴啊！哇，遠程的一個雕像沒有命中啊！但是這裡的話，最後俊敏之行回來是命中了，躲掉了一下，但是回頭的時候沒有注意到，哇，好虧呀！不過我覺得能接受吧，1分20秒才到。因為你這把其實只需要去跑一個。對，然後逃脱大師這邊幫忙運用一個逃脫術，把椅子往遠挪到3板那邊。那這樣，但這邊是發現木星月過來了。木星月離得不是更遠了嗎？但是這一波其實對於求生者來說，我感覺不一定要去救。不救了，因為你關鍵的點是不想讓雕刻家拿到2階開出來崇高之行嘛。對，雕刻家的話，它確實2階段的一個增長還是太具有爆炸性了。所以這波我覺得可以選擇一波壓滿過來開一個化險為夷。其實就是把魯亞輝移到了角落，然後讓他不干擾外面。對，就看一下你壓滿之後給不給這個機會去救。如果說不給機會，我就不救了。壓滿都不救了，不讓你去開2階技能。哎，想過來套路一下，先放一個象形墳場，但這波其實只是威脅一下。对。而且盧樹家這邊並沒有給到你去板子命中的機會。是的。哎，而且沒有被反繞到，盧樹家這波牽制很出色啊！因為這個地方可以聽到一些腳步的。再放一組雕像，沒有夾到，因為已經走上2樓了，有一個密碼機的話，其實差的並不是很多。對，差3個半台的密碼機。看一下遠程雕像，哇，並沒有命中到。对，都躲掉了。盧樹家的牽制非常的漂亮。選擇交出移形。陳明明這一波也是沒有吃到雕像的一個傷害，然後交了一個迷煙爐。
而且因為這把陳明明是帶的一個膝跳反射，對，所以牽制雕刻家來說壓力並不是很大，這裡還砸到一個板子。這是交互點邊緣的一個迷煙爐啊，監管者這邊非常難以判斷。前面的雕像躲一下，回頭想蓋板，但是监管者沒有進入到板子裡。这裡的話，現在存在感還差一點點。只被夾了一下，目前。但密碼機只差半台了。感覺這裡還有一個博弈板子的機會。想吃一個普通攻擊，然後哇，這個視角，交一個象形墳場過去看一下水桶的密碼機，先驅趕走在這邊修密碼机的木星月的空軍，因為他也知道其實場上密碼機差的並不是很多，如果說你要硬追陳明明的話，可能密碼機就要夠了。是。但是如果說你去外面找的話，對於他們來說節奏比較好，有機會去興起一台密碼機的。而且其實法羅女士已經在興起了，不過木星月這邊的話，應該是吃了一個崇高之行啊，1/4狀態了。想要回來先去排一下剛剛的陳明明，但陳明明已經走了。對，陳明明肯定是不能在這邊待的。其實對於 BCSN 來說，我覺得要去考慮的一個點，就是在於你沒有攜帶回光返照的這些求生者，得去抓住機會，一個象形墳場，但崇高之行炸到一下。崇高之行只炸到了一下，還行，對於求生者來說可以接受。而且卢树家的话，他是有回光返照的啊，只要他最終針對的還得是木星月的空軍或者陳明明的這個逃脱大師才行。但木星月的話，目前保持着一個比較不錯的身位，所以也不想交這個信號槍。這個象形墳場還放得有點近了。如果說這個信號槍一直留到開門戰的話，可能你要去多抓的面就比較少了。對，再來一個崇高之行的合成，但是沒有合成到。現在密碼機馬上就要壓好了。是的，而且木星月手上還有一個飞輪效應。選擇直接亮，而且另外一側大門陳明明已經貼到了，再丟一個象徵墳場過去，陳明明這邊狀態有點危險，放了一個魔術棒，但還是崇高之行的合成直接擊倒了陳明明。但是好在木星月這邊還是可以繼續扛住壓力的啊。飛輪翻，我的天哪！這一波博弈完全不出任何的錯。現在大門已經在點了，過來一把信號槍，直接命中。沒有視野的信號槍，只能繼續管，要不然很難4抓。而且他現在切了一個傳送，想要去管。切傳送的話也很難，因為另外一側的你管不住木星月的那邊了，直接點門了，沒辦法了。其實，也是进退两難。現在，而且你就算交象形墳場的話，其實你手上的雕像也不夠多。再來崇高之行再次擊倒了陳明明。陳明明想把門硬點開，但是點到了98，沒有點開。但盧樹家這邊其實已經是拉開了。對，盧樹家那邊應該是可以走小門的。象形墳場再來最後一波，嘗試一下，能合成嗎？沒合成。但狀態比較好。對。再回去找一下倒地的陳明明。那最終是完成了一個平局。平局。那一個2比0。是的。監管者這邊的話呢是。